家好，欢迎收看《世界的尽头——南极探险全纪录》，我是舒梦兰。南极是一个被多数世人遗忘的净土，它位在地球的最南端，距离台湾有13000公里，冰封了1万年，总是给人神秘又遥远的印象。东森新闻团队这次从北半球到南半球，飞越了30个小时，终于踏上这一片白色大陆。节目一开始，首先就要带您探索世界的尽头——南极。2个人，1台摄影机，1车子装备。2010年的11月，从台北到南非，转了3次机，即将前往梦想秘境。经过了将近24小时的飞行，我们终于到了南非。但如果要去南极，还必须再飞5.5个小时。不过这一次选择的是私人飞机。湾流3型私人飞机因为低燃料、低排气量，成为飞往南极的交通工具。机长 James 虽然拥有45年飞行经验，但每一次飞南极不能光靠技术，还得看老天的脸色。It's usually only by special permission, and we've had 2 flights per week, and the flights normally start in round about 21st of November, and the season goes through to round about the first week in February. Last week we were supposed to leave on Monday, and what happened is that the weather got so bad with the crosswind, they abandoned the flight and we had to stay. 海面上逐渐浮现白色的冰山，我知道梦想之地近了。距离我们抵达南极大约还有1个小时，但是当然不能穿上去南极，所以现在要赶快大变装。羊毛衫、防风裤、厚袜子、厚重的雪靴、防风外套也不能忘，最后是秘密武器大雪衣。去南极要穿这么多才可以。飞了30个小时，我们终于来到距离台湾13000多公里的南极大陆了。纯白、静谧、一望无边际，极致纯净的蓝与白，不时裸露的土褐色岩块，这是被世人遗忘的净土。飞机降落在南极洲内陆偏北的 Nova 机场，这是由俄国人新建，但白雪覆盖，完全看不出跑道在哪里。沿途所见的小货柜，后来知道原来就是机场办公室。
南极这个地球最南端的秘境，2亿5千万年前从盘古大陆向南一路漂移，4000万年前漂移到现在这个位置，南纬60度以南。14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是澳洲的2倍，美国的1.5倍，相当于388个台湾，7大洲的第5大，但地势却是世界最高，平均2350公尺。4000万年前，南极曾有过寒带森林，甚至还有恐龙生活。但是现在，一年雪水下不到5公里，南极成了渺无人烟的白色沙漠。新月形的浩瀚冰原，乍看之初以为会随风波涛起伏，但其实整块大地是冻结深达2300公尺，相当于4个半座101大楼的厚实冰层。阳光照射下波光粼粼，像极了魔鬼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在这样的冰原上行走不易，轻则滑倒，重则掉进难以预测的冰层裂缝，那是九死一生的险境。很多人到南极坐的是破冰船到南极半岛，但我们成了台湾首次直捣南极大陆的探险者。Patrick 是英国极地达人，拥有8年深入冒险的经验，曾经花75天滑雪横越南极。这次担任我们的向导，有他指引，我们可以稍稍安心。全副武装，我们要出发喽 ！Let's go。眼前阳光耀眼，却是温暖的错觉。南极均温零下25度，冬天最冷的记录是-89.6度，也就是把一杯水泼向空中，落下来的会是一片冰晶。酷寒严峻，除了驻点的科学家，没有人类能长久居住。这一天，他更以8级强风来欢迎我们。风声呼啸，即使雪衣、雪镜、围巾包得密不透风，但身体和心脏却近乎冻结。记录显示，南极沿岸曾经刮起时速320公里，相当于17级的暴风，等于是位处强烈台风的中心点，没有任何生物能够抵抗。越是崎岖的地形，似乎也正向我们预告南极多变的绝美样貌。冰原和岩块
快的交界，像是海浪冲刷上岸的暂停画面。而这个被称为 ice wave 的冰波浪，更是被无数个莫名的力量在惊涛骇浪中瞬间静止。远处巨大的冰川瀑布出现一个陡峭的大断层缺口，曾经让贪恋美景的旅人不慎坠落。但越是艰巨，越是吸引人。Clean. Yeah, I believe so. That's where we get our water from the camp. Oh, really? This will melt in about 2 weeks' time, 3 weeks' time. And then you have open lakes, and then this whole oasis changes with lots of water for drinking and even swimming. It's cold. How cold? It's just above freezing, like 0.5, maybe 1 degrees, but it's cold. It's cold. When you get out, it's like your skin just feels like it's like this. It's quite refreshing. Yeah, yeah. 踩过冰湖，越过冰原，我们近距离接触那雄伟的大冰川。哎，这些好酷哦！不可一世的冰山泛着微微蓝光，坐落在我们眼前，纯净又深邃，静谧却藏危机。南一洲是一个被冰封的大陆，而这些冰雪都是在1万年前就产生了，所以可以看到都呈现一个像天空一样蔚蓝的蓝色。而在你现在看到这个高达70公尺高的冰山，到现在都还不断有冰雪掉落下来。 This is where it all collapses. So what's happening here? This is the ice fall, okay? And the glacier has come to the rock here. And then the bottom of the glacier is slowing down and it's forcing the top to open up like this. And so you get these huge segments just come off and break off and collapse with huge noise. And the reason why the ice is so blue is because it's very, very old ice. So it's very compressed. So there's no air in the ice, which makes it about minus 20 degrees, the ice. And very, very hard. And it just comes over here, and then each year more bits collapse. I've heard it. You hear it often. You can just hear the noise of the ice moving. And then sometimes I come back after 1 day away, and a whole segment is different. It's like you see, just fallen to the ground. 一片宁静中，冰川悄悄地移动，但看到落下的巨大冰块，不难想象。 当剧烈晃动时，那会是一出千军万马奔腾的场面。渺小的我们，若是正巧遇上，生死或许就在一瞬间。融化却又瞬间凝结的冰须，被长期风蚀产生的冰冻，冰川不断崩裂、融化、风蚀，形状百变，活像大自然的雕塑品。 而一道道犹如年轮般的刻痕，再再见证着过去数千年甚至数千万年的气候变迁。如果静下心来，或许你会听到冰川移动的声响，还有内心的声音。冷死了，好冷啊！ 绝美的景色总是暗藏危机，零下30度低温不只是酷寒而已，
就在我们抵达前2个星期，有工作人员不慎掉进了深达20公尺的冰缝当中，幸好被及时救起。浩瀚一望无际，没有起点，没有尽头，不知道从何方来，也不知道会开向哪里。在冰原行驶，靠着 GPS 辨别方向，或是偶尔在路上标示的旗杆，呼呼的风声只会随时提醒你，这里的严峻不能等闲视之。冰封的沙漠，险恶的地形，人类只能小心翼翼地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前进，在慌乱又专注之下，体验着自然的鬼斧神工，领略着极地的绝美脱俗。结束第1天的南极初体验，已经是晚上11点了。但极南之地，冬天不见天日，夏天则成为日不落的永昼。没有温度的太阳永不下山，而黑夜在这里只能想象。根据南极公约，南极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人类原始居民，它是一片和平与科学之地。无论你来自何方，南极永远被视为异域，原有世界的规则在这里全部管用。我只有用最谦卑的心，领略世界尽头独有的纯、净、美。